马斯克的星链到底是干啥用的？它会不会取代 5G 啊，成为未来全球通信网络的主力？还有星链会不会对我们构成威胁啊？那今天我们就聊一下这几个问题。SpaceX 是当今全球最强的商业航天公司，它的强大程度甚至超过了很多国家队啊，比如欧空局、中国航天，甚至是 NASA。主要体现在了它的火箭的发射频次、载重能力、回收技术、安全可靠性以及发射成本上，现在真的是无人能及。那么从很简单的一点就会看出来，我们知道人类的第一颗卫星是1957年发射升空的，在这之后一直到今天，各个国家发射的卫星总数在5000多颗，其中目前有2000多颗在轨服务。而马斯克的星链计划从2019年的5月23号开始发射，由猎鹰9号火箭执行发射任务。这款火箭是世界上第一个可垂直返回铁壳重复使用的火箭。这就大大的降低了火箭的发射成本，而且它的发射能力也非常之强大，可以一次把100多颗卫星打到天上。由于星链卫星每一颗像一颗薄板一样长2.8米宽1.4米，重260公斤，可以像叠罗汉一样这个堆得非常的高，可以堆在一起所以一次可以发射几百个卫星。当这些卫星被送入太空之后，会一个一个被释放出来，首先会被部署在300公里的轨道上，随后这些卫星会通过内置的推进器逐渐爬升到550公里的近地轨道。那么每颗卫星之间会通过激光联网，并且使用人工智能避免发生碰撞。那么截至目前星链卫星在轨运行已经超过了2000多颗，这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发射卫星的能力。而且这些卫星已经初步具备了网络服务的能力，未来星链计划总共要发射4.2万颗卫星，以实现马斯克最初的梦想，建立覆盖全球的卫星通信网络，为全球各地的人提供低价稳定的网络服务。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在不远的将来，马斯克的星链网络会取代现在的 5G 其实不然。马斯克的星链计划不仅不能取代 5G， 而且对我们平民来说，甚至还没有 4G 来的方便。原因就是马斯克的星链并不是让我们的手机、电脑、平板等等这些电子终端直接连接卫星上网的，因为卫星传输的信号所使用的波段跟我们使用的电子终端接收到的信号的波段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要使用卫星上网，就需要额外的设备来接收和转化信号才能用就像图中这个东西，那你说我们出门总不能背着这么大个东西吧，对吧？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在家里可以用？其实也不行，因为卫星使用的高频毫米波的穿透能力很弱，因此你想要在家里用的话，就需要在房子外面装上这个天线像一口锅一样，这不就回到当年的那个天线锅的感觉了，完全就是多此一举。而且最主要的是4.2万颗卫星也带不动全球的用户需求那么现在在全球的 4G 基站和 5G 基站加起来少说也得1000多万个，就这覆盖范围还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而马斯克区4.2万颗卫星同样也无法带动全球用户的上网需求，如果用户数量太多的话，能把卫星卡到爆炸的，对吧？因此马斯克的星链计划并不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他要限制用户的数量，也就是说他并不想取代地面上的光纤以及数千万个地面基站，而是想补充地面基站的通信死角意思就是说，比如有些偏远的地区高山山脉、海洋还有原始森林等等这些地方无法建设基站的地方，就是星链的用武之地了。还有高空通讯，比如地球的平流层，这些都是基站的死角。星链在这些地方具有绝对的优势，它可以用作民用航空，也可以用作军用。那这一点对军事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发生战争的话，那么地面的通信设施如果被摧毁，那么你只需要几个便携式的基站，然后连上马斯克的星链就可以恢复通讯了。所以马斯克搞这个东西，他其实也和美国的军方是有相应的合作的，看似是在搞民用的通讯网络，其实这背后也有美国军事力量的全球化。那么到时美国的军队走到哪里都可以用到快人一步的网络通讯。因此星链计划前途广阔，具有非常大的利益。那至于现在很多人说的星链可以摧毁其他国家的卫星，还有一些地面上的设施可以监视全世界，那么目前来看并没有这些功能，它就是一个卫星通讯网络。那么当然它的存在肯定会对其他的国家造成一定的威胁的，比如上文说的它和军事是有挂钩的。那么其次就是这么多的卫星肯定会挤占地球的轨道资源，也会对这个外太空造成污染的。那么现在猎鹰9号的发射速度基本上是1周一次4.2万颗卫星发射完也是非常快的，并不是说马斯克的卫星能把地球的近地轨道给它挤满，其实近地轨道可容纳的卫星数量还是挺多的，至少100万颗。但是马斯克带了这个头，估计未来会有更多的星链计划往天上打更多的卫星总有一天地球的外面会被挤爆的。如果发生一次卫星碰撞事件，
如果我们还没有很好的轨道碎片回收技术的话，那么这种失控的连锁反应就会把地球的外面变成一个高速旋转的垃圾场，那么我们人类也会被困在地球上的。所以很多人就担心马斯克是在过度的占用空间资源。那么最后就是天文学家也不喜欢马斯克的星链计划，因为他发射的卫星太耀眼了，他们观测夜空的时候会受到严重的光污染。比如天文学家在2020年8月份的时候，在观测梅歇星表110个天体的时候，就看到了下面的情况。那么这些斜线都是卫星在望远镜的视角中过境留下的，不仅仅是地面的望远镜受到了影响，就连太空中的哈勃望远镜也不例外。因为这些卫星的轨道在哈勃之上，当哈勃观测天体的时候，那么某些卫星就有可能在哈勃的视角中过境的。那么这个图片就是哈勃在2020年11月2号观测柯伊伯带中的一个小天体的时候，星链1619号卫星正好经过，那么照片就变成这样了。还有图中一道道划过望远镜的卫星都对天文观测造成了影响。好，那最后总结一下SpaceX 真的很牛它的星链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但目前它就是一个卫星网络通讯系统没有像大家传的那么神。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这个东西绝对会在全球发挥巨大的作用，但受益的肯定不是我们。